今天我们来聊聊高血压和盐的迷思。许多人一听到血压高，就会直觉联想到是不是吃太咸了。桌上的盐罐子仿佛成了高血压的罪魁祸首，但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有些人明明口味清淡，几乎不碰咸酥鸡薯条，血压还是节节攀升。反倒有些老人家吃酱菜适重咸，照样活到90岁，血压不高。难道高血压背后还藏着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今天就让我们揭开这个迷思。骨科名医蔡凯宙医师提出一个颠覆常识的观点：高血压其实不是吃太多盐造成的，而是吃太多别的东西。究竟是哪种东西比盐巴更可怕？另外，他还要教我们3招，不用靠药物也能把血压稳下来，远离中风风险。中风可不是小事，每年都有无数家庭因此蒙受苦难。如果有方法能预防这场灾难，我们每个人都该认真听听。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伤害身体。你可能平时感觉良好，但血管内压力却像一枚不定时炸弹。一旦某天压力飙得太高，一根血管承受不住破裂，那就是可怕的中风或心肌梗塞。统计显示，高血压是诱发中风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几乎70%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都有长期血压偏高的问题。换句话说，控制血压其实就是在降低中风的发生几率。那么问题来了，血压多少算高？正常的血压到底应该是多少？也许你从医院或新闻听过，标准值是120/80。然而这个标准并非放诸四海皆准，不同年龄、体质的人适合的血压范围可能略有不同。近年来，国际高血压指引一度收紧标准。例如在2017年，美国将高血压门槛从140、90下修到130、80，结果一夜之间，原本正常的许多人都被贴上高血压标签，这引起不小争议。难道130、80就该吃药了吗？蔡医师指出，对于某些长辈而言，过度追求年轻人的血压标准反而可能有害。随着年龄增长，动脉血管变硬，收缩压上升其实是身体的代偿。如果硬要把70岁老人的血压压到120/80，反而可能出现头晕无力，因供血不足增加跌倒风险。许多老年人髋骨骨折，其实和贫血或低血压导致的晕倒有关。对这些人来说，适当维持在例如140、90左右反而更安全。由此可见，正常血压不是绝对值，而要结合个人情况和医师评估。更令人意外的是，我们平常量血压的方式可能也影响了读数。你是否有过这种经验？在医院量血压高的吓人，回家自己量又正常，这就是所谓的白袍高血压。因为在医生面前紧张，导致血压暂时升高。如果只凭一次量测就判定你患有高血压，可能会误判。因此，专家建议多次测量，取多天早晚的平均值，更能反映真实情况。还有一点要注意，约 5% 到 10% 的患者属于继发性高血压，也就是高血压是由某些明确的疾病引起的。常见的例子包括肾脏病变、肾上腺肿瘤、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病症，甚至某些药物也可能让血压升高，例如长期口服避孕药或使用类固醇。一旦怀疑有这类问题，需要在医师协助下做相关检查并治疗原始疾病。治疗了病因，血压或许就能恢复正常。不过，超过90%的高血压属于原发性高血压，也就是找不到单一明确病因，主要与遗传体质和不健康生活习惯有关。我们今天讨论的饮食、运动等调整，针对的就是广大的原发性高血压族群。了解了上述观念后，我们再回头看盐和血压的关系，就会发现事情并非非黑即白。盐和血压的连结其实早有定论，钠离子摄取过多会导致水分滞留，血液体积增加，血压就上升。简单说，吃咸了，身体就会口渴，留住更多水在血管里，造成压力变大。因此，过去几十年，各国卫生机构都努力呼吁民众少盐。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盐分摄取不要超过5克，大约就是1小茶匙的量。然而，许多人远远超标，不知不觉一天吃进2倍以上的盐，长期下来，血管整天泡在高盐浓度的环境中，高血压找上门的几率确实提高了。不仅如此，
过量吃盐也被认为与胃癌、肾脏病等疾病有关，所以控盐一直是健康饮食的基本原则之一。早在20世纪6年代，美国科学家路易斯·达尔就做过一项著名实验，给一组实验鼠喂食高盐饮食，不出几周，老鼠们的血压明显升高，印证了高盐饮食确实会导致高血压。而不同品种的实验鼠对盐分的敏感度差异很大，暗示遗传体质也影响血压。随后的大规模人口研究同样支持这点。某些族群因传统饮食盐分极高，高血压和中风的发生率惊人。例如日本东北地区的居民习惯吃腌菜、味噌汤和咸鱼干，每人每日盐摄取量曾高达15克以上，该地中风率也长期居全国之冠。相反，在亚马逊流域的原住民部落，由于缺乏盐源，日常几乎不吃盐，他们血压随年龄增长的变化很小，老年人血压依然接近年轻水平。这些极端对比让医学界更坚信控制盐分摄取是预防高血压的重要策略。但是把盐巴视为唯一的元凶，真的能解释所有高血压的成因吗？事实上，高血压是多因素造成的结果，盐只是其中一环。有些人对盐特别敏感，一吃咸血压马上飙，也有人肾脏调节功能好，天天吃泡面，血压依然稳如泰山。更何况我们的生活形态和饮食结构早已今非昔比。在盐之外，还有另一个凶手潜伏在我们日常饮食中，它的影响不亚于盐，甚至更为阴险，那就是糖。听到这里，你也许疑惑，糖不是让人变胖，引发糖尿病吗？怎么也扯上了高血压？别忘了，人体是个复杂的整体，饮食中的各种成分会彼此影响。当你吃下很多糖分时，血液中的葡萄糖急速上升，胰脏不得不大量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然而，高胰岛素本身也有副作用，它会促使肾脏留住钠和水，加重血管的负荷。换句话说，你吃的糖越多，间接等于在体内留了更多盐。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胰岛素阻抗是高血压与第二型糖尿病共同的病因之一。许多高血压患者同时有血糖偏高或腹部肥胖的问题，称为代谢症候群。这些看似不同的文明病，其实像一个套套相扣的连锁反应，而过量的糖正是引爆连锁的火花。其实，医学界对甜与高血压的关联认识的比较晚。过去几十年，大家谈高血压几乎只注意盐和体重，忽略了糖的角色。甚至有证据显示，20世纪6年代，糖业协会曾资助研究刻意淡化糖对心血管的危害，把矛头引向脂肪和盐，导致大众对高糖饮食的警惕不够。直到近20年，大量研究数据涌现，科学家们才惊觉，原来糖才是现代人健康的隐形杀手之一。如今，我们终于了解，高糖饮食和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控制糖分摄取，光是少盐是远远不够的。不妨做个小实验，今天中午你吃一碗盐分很高的泡面，晚餐前可能会口渴想狂灌水，血压数字短时间内升高了几毫米汞柱。而隔天你改吃很清淡的水饺，但喝了2大杯含糖饮料，几小时后虽然不口渴，却觉得浑身倦怠。这是因为糖分让胰岛素飙高，胰岛素又让肾脏锁住水分，你体内其实滞留了不少隐形的水和钠，血压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推高。从长远看，经常大量吃糖的人更容易发胖，而体重每增加1公斤，收缩压大约升高2毫米汞柱。肥胖者心脏必须更卖力，将血液泵向全身，就像胖子背肥料爬楼梯会喘一样，血压不升反降才奇怪呢。久而久之，高血压就这样找上门来。糖吃多了，不仅让你变胖，还会加速血管老化生锈，动脉变得僵硬狭窄，这又让血压进一步雪上加霜。可见，糖对血压的伤害一点不输盐，而且更隐蔽。盐让你马上感到口渴警觉，而糖在体内埋下的是一颗颗慢性定时炸弹。蔡医师强调，现代人真正吃太多的其实是糖和精致淀粉，这才是造成长辈们血压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想想看，我们的父母辈，有的人年轻时过日子拮据，餐餐白饭配酱菜，盐分高，糖分也高。等到年纪大了怕三高，
又开始炖稀饭，吃馒头、地瓜，取代大鱼大肉，感觉吃得很清淡，但白粥馒头其实都是淀粉，进入身体就变成大量的糖。而他们往往还有喝含糖奶茶、吃甜饼干点心的习惯，久而久之，虽然盐吃的比年轻时少了，体重却比年轻时更重，血压依然高居不下。许多长辈不解，我已经很少再吃咸的了，怎么血压还控制不好？原因就在这里，糖和热量摄取远超标准，抵消了少盐的好处。对这些人而言，与其一味强调少盐，不如先把糖和多余的精致淀粉戒掉。当他们减重成功，腰围小了一圈，往往血压就跟着降下来了。或许你会问，那是不是表示可以放心大口吃咸，只要不吃糖就好了？当然不是，食盐该限量还是要限量，只是不用走极端。完全不吃盐不但做不到，也没有必要。人体每天仍需要基本的钠离子来维持生理机能，过犹不及同样有害。蔡医师特别提醒，吃得过于清淡，钠摄取严重不足的饮食，可能导致骨质疏松的风险增加。乍听之下很意外，因为传统观念都说吃盐多会让钙质流失。然而，最新的观察发现，如果长期钠摄取过低，身体的肾素血管张力、素系统反而过度活跃，内分泌失调可能会影响骨骼对钙的利用。再加上吃的极淡，往往食欲不振，营养摄取不足，更会让骨骼缺乏必要的养分。难怪有些老年人过度忌盐，结果出现骨头疏松、容易骨折的状况。由此可见，少盐要拿捏分寸，并非愈少愈好。健康的原则是均衡，盐要减量，但不至于零，糖更要严控，营养则要充分摄取。谈完了盐和糖，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关键问题，高血压一定要吃药吗？一拿到高血压诊断，许多人脑中浮现的画面就是一辈子跟药罐子为伍，每天吞降压药过日子。降压药的确是现代医学控制血压的重要武器，对于中重度患者是不可或缺的保命丹。然而，蔡医师指出，多数早期高血压其实有机会透过生活习惯的改变来逆转，而不必过早进入终身服药的状态。药物控制就像用水桶舀水，生活习惯改变则是关掉水龙头。若不从源头下手，光靠药物终将越吃越多。许多病患出诊时，一天一颗药就压得住，过几年变成早晚各一颗，再拖下去甚至3种药合并才稳定。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并非药物越吃越上瘾，而是患者的血管硬化在加重，身体状况在恶化。没有改善的生活方式，让高血压进程继续推进，不得不用更多药来对抗。这就像在往破裂的水管上缠绷带，时间久了，绷带得缠一层又一层，但水管还是漏洞百出。药物当然可以救命，但它永远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另外，药物本身也有副作用，不应掉以轻心。很多高血压患者都有过这样的困扰，吃了药容易头晕、疲倦，跑个2步就气喘吁吁，仿佛体力大不如前。有些药物会引起踝部水肿，腿一整天肿胀沉重，也有些药会影响男性功能或引发慢性咳嗽等等。蔡医师甚至提到一个惊人的案例，有位病人常年仰赖高剂量降压药控制，结果因为血液循环变得太差，脚趾头竟出现缺血发黑的现象。这听起来很夸张，但确实提醒我们药三分毒，过度的药物作用可能造成局部组织灌流不足。当然，这属于少数极端情况，但值得引以为戒。还有一些患者则因为害怕副作用，擅自停药或减药，这更是危险动作。血压药一旦突然停掉，血压可能像脱缰野马一样反弹飙升，导致中风的悲剧发生。千万记住，任何减药、停药都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切勿自行做主。目前临床常用的降血压药有好几种类，每一类都有不同作用机转和可能的副作用。例如，利尿剂透过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和水来降压，但同时也会把钾离子一起排掉。部分病人因此出现腿部抽筋、倦怠无力。贝塔受体阻断剂则减慢心跳，降低心脏收缩力，以降低血压。但有些人会觉得整天提不起劲，还可能诱发气喘。ACE 抑制剂，也就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是常用的一线药物，能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但约20%患者会出现不停干咳的副作用，
另一类 ARB 药物，也就是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副作用较少，但价格较高。此外，还有钙离子阻断剂，能放松血管平滑肌，快速降低血压，但部分患者服用后脚踝肿胀、脸红头痛。这些药物副作用因人而异，有时医生也需多次调整药方，才能让病人既把血压控制好，又将不适降到最低。可惜许多患者并不了解自己服药后的不适其实是药物导致，误以为是年纪大或病情加重，白白忍受。既然药不是万灵丹，难道我们只能束手无策，任由血压升高吗？当然不是。这里就要回到蔡医师强调的观念，透过调整生活习惯，很多人的高血压是可以扭转乾坤的。他更直言，制药厂其实不希望人们知道这点，因为生活习惯改好了，他们的药就卖不出去啦。听起来有些阴谋论色彩，但也道出了医疗产业的无奈现实。药厂赚钱靠的是长期慢性病用药，至于那些不花钱的运动饮食处方，鲜少有人大肆宣传。我们不能天真的等待药厂老板来教我们如何饮食运动，远离药物，这是需要自己主动去学习并实践的。幸运的是，像蔡医师这样有心的名医正在透过媒体分享知识，帮助大家找回主导权。只要你肯改变，轻度的高血压完全可能不药而愈，就算是重度患者，透过生活调养也能大大减少并发症，甚至降低用药剂量，这些都已在无数临床案例中得到证实。例如，我们来看看两个真实案例。一位林先生今年55岁，平时体型肥胖，嗜吃甜食油炸，血压常年维持在150毫米汞柱左右。医生叮嘱他按时吃药，减重戒口，但他总觉得自己身强体壮，不以为意，药常常忘了吃，饮食也毫无节制。结果在去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林先生起床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随即倒地不起，中风发作。家人连忙送医，他虽捡回一命，左半身却严重瘫痪，连说话都受影响。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复健，如今他勉强能拄杖行走，但生活品质大不如前。他常懊悔地说，早知道当初就该好好控制血压，不该等到中风才来后悔。另一位张女士，今年62岁，她在2年前健检时发现血压高达165/95毫米汞柱，已属于第2期高血压。张女士起初也很恐慌，但她并未消极，反而下定决心改变自己。除了配合医生服药外，她开始每天清晨快走40分钟，饮食上彻底减油减糖，多吃蔬果。刚开始改变很辛苦，但她咬牙撑了下来。半年后，体重从70公斤减至60公斤，腰围小了一大圈。更令人振奋的是，她的血压也逐渐下降。回诊时，量血压已降到185毫米汞柱左右。医生替她高兴，陆续将原本3种降压药减到只剩1种低剂量维持。如今张女士精神饱满，走路生风，整个人看起来比10年前还年轻。她逢人就分享自己的经历，证明高血压并非不可战胜，只要肯付出努力，就能换来健康重生。那么具体来说，要远离中风这个威胁，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蔡医师总结出了3招，也就是3个方向的重点，只要确实执行，高血压将不再是猛虎，而会像温顺的小猫一样被你掌控。这3大诀窍分别是调整饮食、规律、运动以及管理压力。首先是饮食，饮食控制可说是高血压防治的基石。第一，盐要减量。前面说过，别吃太咸，每天盐分控制在5克左右比较理想。外食族要特别小心，餐馆的菜常常钠含量爆表，可以的话尽量在家自己烹调，使用新鲜食材，少用酱油、盐巴调味，多利用天然香料提味，例如用蒜头、洋葱、香草、胡椒等增添风味，减少对盐的依赖。即使在外用餐，也可主动告知酱料少一点，或者干脆把酱汁沥掉再吃。千万远离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像泡面、罐头、腊肉、香肠等，这些东西里头隐藏的盐比海水还高。一包洋芋片可能就让你一整天的盐摄取超标。减盐说来容易，做起来刚开始可能不习惯，但味觉是会调试的。撑过头几周，
你就会发现清淡饮食其实能吃出更多食物原本的香甜。再来，糖的摄取一定要严格控制，别忘了，糖才是现代人血压居高不下的幕后黑手之一。把含糖饮料通通戒掉吧，奶茶、可乐、果汁、手摇饮，这些看似无害的饮品藏着惊人糖分，一杯往往含有数十克糖，相当于7、8颗方糖吃下肚，每天来一杯，血压想不高都难。还有甜点蛋糕、饼干、冰淇淋，这些高糖零食也要尽量少碰。至于精致淀粉，像白面条、白面包、白米饭等，能少则少，或用全谷杂粮取代一部分。有人可能会问，不吃饭哪有力气？老一辈不是都说体力靠饭？其实碳水化合物并非不能吃，而是要选择对的来源和适量，用糙米、燕麦、地瓜、南瓜这类纤维含量高的食物来替代部分白米、白面，升糖速度比较慢，对血压也友善。另外要多吃蔬菜和适量水果，补充钾离子和维生素。钾可以帮助钠排出，维生素 C 等抗氧化物质则能保护血管不受自由基伤害。深绿色叶菜、番茄、香蕉、柑橘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蛋白质方面，建议摄取鱼肉、鸡胸肉、豆腐等低脂高蛋白来源，既能增强体力，又不会增加血管负担。好油脂如橄榄油、坚果、鱼油中的欧米伽3脂肪酸，适量摄取有抗发炎效果，有益心血管健康。简单来说，少盐少糖，多蔬果，高纤高钾，低饱和脂肪，这就是对抗高血压的黄金饮食法则。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上有一套知名的德蔬饮食，专门用来帮助高血压患者控制血压。它的原则和我们上面列举的几乎一模一样，多蔬果、全谷杂粮、低脂乳制品、适量瘦肉鱼类，少红肉、少糖、少盐。研究显示，严格遵守德蔬饮食数周后，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平均降低8到14毫米汞柱，这几乎相当于单靠一种降压药治疗的效果。由此可见，改变饮食习惯的威力有多强大。第二招是规律运动，别忘了人是动物，不是静物，我们的血管需要透过运动来保持弹性，心脏需要透过运动来变得强健。如果长期不运动，心脏泵血能力会变弱，血管弹性变差，血压自然较高。适度的有氧运动可以有效降低血压，这已被无数研究证实。每周累计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是基础目标，换算下来就是一天30分钟的快走或骑车。走路是最简单的运动，只要一双鞋即可上路，保持稍快的步伐，走到微喘微汗，就达到了运动降压的效果。如果觉得走路不过瘾，也可以依自身情况尝试慢跑、游泳、跳舞、打太极拳等喜欢的活动，重点是持之以恒。蔡医师特别推荐一种疯狂燃脂运动，给想减重的朋友，在家就能进行高抬腿原地跑。做法很简单，原地抬膝跑步，双腿交替抬高至与腰同高，在1分钟内尽可能快的抬腿跑动，然后休息1分钟，算一组，如此重复10组，大约20分钟，保证让你大汗淋漓，心跳加速。有研究指出，这类高强度间歇运动对燃烧脂肪和改善心肺功能的效率非常高，甚至短短几周就能看到血压下降的变化。如果刚开始觉得10组太吃力，可以从5组、6组慢慢加上去，重点在于挑战自我，让心跳达到运动强度。其实不需要很剧烈，高血压患者只要能持续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一样受益良多。有研究让一组患者每天快步走30分钟，每周5天，3个月后发现他们的收缩压平均下降了大约7毫米汞柱，舒张压下降约5毫米汞柱。这样的降幅已足以显著降低中风风险。如果在有氧运动之外，能每周增加2-3次重量训练，例如练习哑铃、弹力带或深蹲，增强肌肉力量，效果更好。因为肌肉是人体耗能的引擎，肌肉量增加能促进代谢，协助减重，也能改善血液回流，减轻心脏负担。因此，运动常被称为最便宜的降压药。对很多轻症患者而言，坚持运动的降压效果不亚于服药。当然，中老年人或平常少运动的人，开始前最好先咨询医生，
选择适合自己体能的运动方式，不必强求做剧烈训练，即便只是每天在家拉拉弹力带，做做柔软操，或饭后散步半小时，也总比久坐强。运动除了帮助降低血压，还能控制体重，增强肌肉骨骼，改善情绪，可谓一举多得。试想，当你持续运动半年，1年后，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了，腰带松了2格，血压计上的数字也一定会跟着降下来。最后第3招，管理压力和调整作息。现代人的压力如影随形，工作、经济、家庭，每一样都可能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压力大时，你是否感觉心跳加快，脸颊发热？那正是压力荷尔蒙在作祟，使血压上升。如果长期处在紧绷焦虑的状态，血压也会居高不下。因此，学会抒压对高血压患者尤为重要。每天都应该留点独处时光，给自己做些放松心情的事，听音乐、泡热水澡、静坐冥想、深呼吸，或者简单的散步、看书、发呆都好。有人靠宗教祈祷，有人养花钓鱼，不管方法是什么，重点是让身心沉淀，切换出繁忙模式。当然，更理想的是解决造成压力的根本原因，例如学会时间管理，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调整对人生的期待等等，这些都能从源头上减轻心理负担。保持平和的心境，其实就是给身体一帖降压良方。很多高血压患者发现，当他们退休后离开了高压的职场环境，血压竟神奇地降了下来，就是这个道理。有趣的是，情绪对血压的影响有时超乎想象。大家常说笑口常开，益寿延年，其实大笑确实能让血管舒张，暂时降低血压。反之，气得血压飙高也不是玩笑话。暴怒时，肾上腺素激增，血压可急剧攀升。所以保持幽默感、乐观开朗的性情，对血压控制大有帮助。当然，遇到不顺心的事，人难免情绪波动，但不妨练习用深呼吸来平复。试试这样的腹式呼吸，坐下闭眼，慢慢从鼻子吸气到腹部鼓起，再轻轻从嘴巴吐气。如此连续10次，你会发现心跳频率下降，烦躁感减轻。每天花几分钟做这种练习，可以训练神经系统更镇定，长期看有助于降低紧张性的血压升高。此外，别忽视人际支持的力量，适当向家人朋友倾诉压力，或参加社团结交朋友，都能减少孤独感。研究显示，感到孤独的人，血压往往比有人关怀支持的人更高。陪伴和倾听，有时就是最好的降压良药。除了心理压力，生活作息也很关键。充足而有规律的睡眠能帮助血压在夜间下降，给心血管系统休养生息的时间。如果长期熬夜睡不好，身体处于交感神经亢奋状态，血压就像一直踩着油门不放，难怪会偏高。研究显示，每晚睡眠不足5小时的人，高血压风险明显高于睡7小时以上的人。因此，别再熬夜追剧或加班到3更半夜了。为了自己的血管着想，一定要把睡眠放优先。想改善睡眠，不妨从生活细节入手。睡前1小时尽量避免使用手机、电脑等强光萤幕，可以泡个热水澡或听轻音乐放松心情，让大脑提前进入休息模式。有人睡前喝一杯温牛奶或洋甘菊茶也有助于入眠。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保持卧室安静、凉爽、黑暗，这些都能提升睡眠品质。当你夜夜都睡得饱又香，白天量血压时自然就比较不会爆表。还有2个大家耳熟能详却总是有人做不到的忠告：戒烟、限酒。吸烟会使血管收缩，心跳加快，瞬间就让血压上升。而长期吸烟者动脉硬化严重，血压更难控制，还会带来无数其他疾病。至于大量饮酒，特别是烈酒，刚喝下去时会让血管扩张，脸色潮红，但酒劲过后反而引起血压反弹升高。因此饮酒一定要适量。如果可能，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最安全是戒酒，用茶水或气泡水代替那些伤身的酒精。把烟酒都戒了，刚开始或许痛苦，但你的血管会谢谢你，血压计上的数字也会慢慢给你回报。顺带一提，市面上各种号称降血压茶、降压保健品的产品层出不穷，但绝大多数效果有限，甚至有些含西药成分混充，反而危险。
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真正有科学根据的生活改变上，而不是寄望某种神奇偏方。当我们从饮食、运动、心理3方面一起着手，等于从源头切断了高血压的链条。许多研究和实务案例都证明，这样的全方位生活调整能让血压明显下降。有人可能会问，不靠药，光靠这些方式，血压真能降多少呢？答案是，可能比你想的还多。临床试验发现，如果能把收缩压降低1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降低5毫米汞柱，中风的风险就会下降将近 40%。而透过饮食加运动成功减重后，不少人血压下降幅度达20毫米汞柱以上，几乎等同于吃2种降压药的效果。更棒的是，这种改变不是一时的，而是持久的。只要你持续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血压就能长期保持在较低且稳定的水平，大大减少中风、心脏病、肾衰竭等并发症的风险。可以说，这才是真正治本之道。总而言之，高血压并不只是吃咸吃出来的，更大的元凶藏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糖分过多、肥胖、压力、作息不良等等。盐分过量固然不好，但糖和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带来的影响绝不能忽视。蔡医师传授的3招合理饮食、运动健身、舒压养生，看似老生常谈，却是最有效也最安全的降血压秘方。透过这3管齐下，我们可以把血压控制在安全范围，进而远离中风。最理想的情况下，你甚至有机会在医师指导下减少药物剂量，摆脱每日服药的束缚。就算无法完全停药，至少也能降低血压失控所带来的并发症风险。这对每一位高血压患者来说都是值得努力的目标。在台湾，约每4位成人就有1位罹患高血压，其中许多人其实并未妥善控制。透过以上介绍的自我管理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比例和风险大幅降低。需要提醒的是，在实践这些改变的同时，别忘了定期监测自己的血压，并与医师保持联系。家里备一台电子血压计，每天固定时间测量并记录，是个好习惯。数据会说话，你可以亲眼见证自己的努力如何让血压一天天改善。如果血压持续偏高，仍要按照医嘱服药，2条腿走路才能最稳健的远离危险。毕竟预防胜于治疗，主动管理总比事后抢救来得简单有效。中风一旦发生，不仅伤害个人健康，也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家庭负担。以台湾为例，每年因中风住院和照护花费的健保支出高达数百亿元新台币，无形间也拖垮了许多家庭的经济。因此，做好高血压的预防与控制，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巨大意义的事情。说到底，高血压不是一天造成的，改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刚开始实践这些新习惯时，你可能会碰到瓶颈或诱惑，但千万别气馁，给身体一点时间适应，给自己多一点耐心。只要方向正确，就不怕路远，坚持下去，你一定会看到血压逐渐下降，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康的回报。到那时，你会庆幸自己做出了这些改变。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每天早上量血压，那个数字不再令你提心吊胆，医生逐渐为你减药，甚至说你可以不用再吃药了。你充满自信地享受着正常人的生活，不再害怕中风突然降临的阴影。这一切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完全可以透过以上的方法来实现。也许刚开始改变时，你会怀念重咸重甜的滋味，会懒得出门运动，会忍不住为琐事烦心。但当你咬牙撑过去，养成新的习惯，你会发现身体给你的回馈是如此明显。体重下降了，精神变好了，连慢性病缠身的倦怠感都减轻了。最重要的是，血压乖乖地降下来，你真正主宰了自己的健康，那种成就感和安心，绝对远胜过口舌一时之快或偷懒安逸。总而言之，高血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误以为只能靠吃药或者消极等待。现在你知道了，高血压才不是吃太咸而已，真正的元凶和解方都掌握在你的生活习惯中。记住蔡医师的3招，管住嘴，迈开腿，放轻松。从今天开始调整起来，血压这头猛兽就会被你驯服，再也掀不起风浪。当你做到这3点，不仅远离中风，
也为自己的整体健康加了重重的保险。